大家好，今天是3月9日，星期一。今天的整体盘形其实乍看一眼是一个 always in long 行情，但是整个盘形在盘内走的时候并没有那么 straightforward，它有很多非常考验日内交易员的点，我们来一一指出。首先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跳空低开，这个低开有很多消息面的影响，所以这个低开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去回摸 EMA20而是进行了进一步的下探。在这里我给比较激进的交易员一些经验之谈，如果你想在早盘做一个跟随的顺势单，其实这样的开盘K 线，比如说第一根 K 线是比较好做的，因为你看这个是收了一个十字星，它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犹豫的表现。一般来讲，我说的是大概率事件，大家不用抬杠。一般来讲，这个十字星的突破的方向，你是可以拿到1R 到2R 的 measure move 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这根 K 线完全收盘之后，进行往下一个空单进行跟随。我记得我们的系统给过类似的这个。对，是这一单，就是这根 K 线之下拿一个小的 measure move， 这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如果早盘比较有激进想法的交易员是可以做一个小的跟随单的。但一般来讲，这样的跟随单很难 management， 因为很可能有那种反抽的大 K 线出现。当然，今天不是这种情况，今天是连续的5根 K 线阴线下行，让这一单拿的是比较痛快。所以我还是建议新手不要交易早盘的这半个小时。第二个形态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态，大家习惯称它为一个双底，因为所谓双底就是说2次触及这个低点位置，然后进行了反弹。这是在我们看完整个盘形之后得到结论，因为这是底，所以形成了2次探底的方式，所以这里叫做双底。在真正的盘内，我们需要根据经验去分析的实时的盘形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看到这2条大阳线生成之后，就要意识到这是第一次牛抬腿，第一次牛抬腿制造的这个低点很有可能被重新测试，甚至会达到一个 lower low， 因为这里这个 swing low 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好的位置，这里有很多的做多单子的止损位。如果我是有能力左右并推动这个价格走势，这个位置是我比较愿意吃掉的位置。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向下进行，最后一定要达到这个位置。这也就是说，很多有经验的交易员说的止损位必扫是一个道理。当然很多东西不能单独拿出来金科玉律，按照它完全去分析去做单。只是说这样的行情，它是一个大跌趋势，直接就抬起一条牛腿。这里这个牛腿抬的会让你很快就找到流动性的位置，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OK， 这已经跌得差不多了，我是想跟第2条牛腿去做多单，大概率你可以把单子入场点位放在这个第1条牛腿的这个 swing low 的这个差不多这个 level。不过一切都得根据盘形来具体分析。我们看今天这个盘形，第2条下探这个方向的熊腿是非常急的。这非常符合2次探底的形态，因为第2次探底一般来说都是非常急的，甚至它有种葫芦娃救爷爷的感觉。它的目标前期的流动性非常好的位置，它要完全把在这里做空的人救回来，再继续向上。我们也看这一根阴线，它是在扫掉了多单在前一个 swing low 的止损位之后，马上又收回了前一个 swing low 的上方位置。这对做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形态。我们再看一眼下一根阳线，这里给了你一个确定的信号，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再继续向下下探，而下一根就告诉你了 OK， 我们已经开始抬第2条牛腿了。所以大家理解了这个早盘是如何一步步分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1天中的底的位置了吗？不是说我看完1天的盘形，这里最低，这里有一个小 W 底，我们就说这个双底，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要看抬腿的方式以及第2次探底的方式，第2次探底之后收在哪，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点。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做这个叫做高胜率的单子。所以我指的高胜率，在今天的盘形第1次穿越 EMA20这个点，为什么在这里可以做多？以往我们还是要有很多额外的条件来判断，就像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讲到的，到底是反转还是回调，我们是有很多条件判断。但是像今天早盘这样的盘形是非常明确的双底，并且扫掉了前期多单的止损位这个位置的多单。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稍微激进一点，你看到3根连续阳线上穿 EMA20， 可以从这里选择一个做多的信号。我记得系统给到的位置是这里，很顺利的
就拿到了卖置目，并且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卖到了高点，在一次回调到 EMA20 之前的位置就出手了这单多单，所以一个盈利是比较饱满的。延续了这个早盘2次下探未果、2次牛抬腿这个趋势之后的一整段，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顺利的，一直被 EMA20 抬着走，也就是说屡次想下翻 EMA20 都被拒绝，这里拒绝，有这样的盘形其实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给你一个什么方式，说你可以依赖 Always in Long 的移动止损了。这里可以有一个止损位，继续发展到这个高点之后，把这里放成止损位，到这个高点把这里放成止损位，这会很好的保护你的利润。可能在这里就出局了，它也是强势下探 EMA20，这个无所谓，因为你这一段已经挣的很多了。这个就是被 EMA20 一直抬着走的这种盘形一个好处，就是给你很好的 manage 你的单子的空间。我们看从这里盘形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下探，在一次被 EMA20 小拒绝下探之后，在这根 K 线完全从上至下下穿了EMA20，而且接下来的一根 K 线是对上一根走势的一个确认。这里我想说的是，一般来讲这里可以做空，因为它是一次下穿又一次继续下探，是一个确认。但一般来讲，我不是很建议大家做这种逆势单，因为你看2次牛腿已经确认了，它已经抬起来了，你看到一个小的向下的趋势，你就要去做空。大家可以回看一下我那篇讲解的如何区分回调跟反转的盘形，在我所有的条件我就不重复赘述了，其中有一个最后一步的确认，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一段下降过程中，它得有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想上翻回到 EMA20 顺趋势的一侧，但被狠狠拒绝这样的形态。然而我们看从这儿一直到这儿这段盘形，其实怎么讲，它没有被拒绝之后继续创造新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甚至到这儿之后的低点一直是被抬高的，到这儿又重新爬回了 EMA20 之上，反而是这一根 K 线想要下翻又一次被 EMA20 拒绝。所以我想说什么，我们研究这个价格行为，不是说我做到一定100%胜率，而是说我们在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局部的价格形态的时候，如何选择适应整个大背景下的高胜率的方式来做单。像这一单子我就不会建议从这里去做空，但是如果你是在高位震荡很久了，突然一个下穿EMA20还有很好的跟随，那显然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空方式。OK， 从这儿站上 EMA20 之后，其实大家心里已经有数了。如果说这已经到了比较靠后的这个盘面了，就可能还剩1个半小时左右，其实就没有什么更好的机会去做了。而且如果你手中有多单，也不用去放，因为它肯定是一直被 EMA20 一直抬高走，你可以继续用你的移动止损去一点点抬高你的止损位，这都是可以的。至于3点15左右的这一段大阳线的突破，其实谁都想不到，这也是一个消息面引起的。如果说没有任何消息面，可能它会同样再次测试一下前期的高点，或者就直接就震荡结束了这个盘面。但是这个消息面谁也无法预测。如果你抓住了 OK， 那你的多单还在，那就是市场对你的馈赠，你就直接消纳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我不建议在尾盘有任何的操作，因为这里没有明显的继续向上大的突破的征兆，而且这里小十字星特别多，表现出了市场非常犹豫的一个状态。OK，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整体的日内复盘。我们其实今天暴涨这个位置，把我们的日线图又带回了之前的一整段震荡区间之内，所以我觉得我们还不能贸然做空，因为在之前我就给大家讲过，你在震荡区间的下沿，更多的人是愿意去做多的。你别管整体的消息面如何，甚至是跌破 swing low 或者是 swing low 之后，它大概率它是有更多的买方的，这就是一个基本规律而已，它没有什么玄学特征。可能后续如果有继续消息面拉动，会延续 EMA20 之下的下降趋势通道，但是在很多的 swing low 的位置，就是它都会有扫一下流动性就马上抬上去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里在这一次创造了一个小的 lower low 之后，马上就抬上去了，所以这一部分就扫掉了一次。
然后哪怕是这一天，昨天这个跳空大低开之后，也是不愿意收在这个低点之下的。也就是说，在大的 volume 的交易的过程中，就是最后大家认为的公允价格都是在前期这个震荡区间的低点以上的，所以今天这个极度极端的这个低开之后拉上这样一个大阳线，有一半要归功于这个尾盘消息面的拉动，还有一半其实就是纯价格行为，它想要回归到这个区间之内是比较正常的。OK， 在后续的盘内我们要集中看这几个问题。首先呢，是不是继续创造这个 lower low， 还是说这里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短期的 swing low？比如说，在明天最低点呢，还是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那这里就形成一个 swing low。swing low 如果再一次有袭击 swing low 的方式，很可能又是一次对流动性的扫荡。我个人而言，还是对整体的盘面没有过度的担忧，但是我不觉得在这个 EMA 20之下，这个震荡区间之内是很好的做多点位，日内可以，但是这个长线的尽量不要在现在这个多事之秋进行任何过多的操作，就不要动。可能经过一段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OK， 这就是我对现在这个日线的一个基本判断。好啦，如果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